大家好，这里是雨神北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直接来点赞关注，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虽然魔器的彩盒咱们已经一起品鉴过很多次了，但是还是按照惯例来简单的讲一下。整体是模仿龙珠 SHF 会场限定版的风格，正面一张艺术化处理过后的例会，但是这次的例会呢，看起来多少是有点抽象。虽然也能看出来这是很想还原《龙珠 Z》剧场版里面那个老布罗利的面部造型，结果最后不但没还原，反而搞得跟营养不良一样。同时呢，这次的彩盒质量也稍微有一点问题，有很多朋友都遇到了这个透明开窗脱胶的问题，这个盒子到手里直接爆假了啊！还是希望魔器下次出货啊，把盒子的品控也提升一下，毕竟还是有很多盒控的玩家的。背面呢，则是展示了一下面部的细节以及几个动作姿势。像左边还有这个布罗利抓着悟空头的一个经典造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本次的全部内容物，首先就是这个本体了啊，整体还是很大只的。面雕本次则是附赠了3张，一张严肃脸，一张邪笑脸，还有一张怒吼脸。其中我是比较喜欢这张邪笑脸的，看起来比较对味儿，而剩下2张则稍微差了点意思。配件方面呢，手型给了一对龙爪手，一对五指张开手，一对握拳手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抓着悟空刘海的手型。比较奇怪的是，这个绿色的特效件一共给了3个，即使双手一手一个的话，也是多了一个。那这个特效件呢是带有插槽的，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的手型来匹配，而是需要装载在旁边附赠的支架上来搭配使用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，但值得吐槽的是，这个支架做的稍微有点短了，不太匹配布罗利的身高。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本款的造型表现，在上半身的肌肉上，下半身的裙摆和裤子上都有着阴影涂装，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。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消光处理，看起来就会比较油，在质感上差了一些。我这只的胸部有一点往右歪，应该是中奖了，看起来有一点高低肩。那这款呢，由于身形完全是按照万代2014年的魂线布罗利来制作的，并没有进行形体的修改，所以说这个10年前的造型是有一点落后于时代的。就比如说最明显的，两边肩膀的肌肉造型非常夸张，但是斜方肌却几乎没有，在视觉上就非常不自然。那与万代的原版相比呢，区别就在于这款因为缩模导致腰变得比较细，然后在腰带上的透明件变得也比较小。那这款在造型上能称之为优化的就是它的面雕了，魔器并没有完全照搬，而是自己重新设计了面雕。相较于14年魂线那款，现在看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面雕，在细节和神韵的刻画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。那由于生产时缩模的原因，这款相较于万代的原版在身高上会稍微矮一点。那我们来拿正常体型的贝吉特 SHF 和体型稍大的橙色比克 SHF 来放在一起简单对比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。那与前段时间出货的这款野兽神灵布罗利来放在一起对比的话，则是这样的一个比例，同时在肌肉和衣服的颜色上也有区别。那接下来让我们简单看一看本款的可动表现。那我之前是没玩过 1.0 素体的 SHF 的啊，这一次也算是第一次体验了。那首先来先看头部，把刘海和面雕取下来之后，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3段式关节的，这和 2.0 和 3.0 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得益于这个关节，头部的可动范围是非常夸张的，但是脖子就没有可动了，和上半身是连在一起的。那本款胸部的可动范围还是非常大的，但是腹部呢，因为这一圈软胶裙摆的干涉，可动范围就很小了。然后我们来看手臂的可动，单臂360度大风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重点是这个手臂平台的幅度，我这个幅度真的是非常逆天，现在的 SHF 都很少有能做到这个幅度的。然后大臂的根部和肱二头肌2个地方都是可以平转的，而曲肘也依然是因为肌肉块太大的问题，只能达到90度的幅度。而把手型拔出之后，就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比较简陋的球关加直装的关节，和后续 2.0 和 3.0 素体的关节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只能正常的360度旋转，如果想要其他更大幅度的可动就做不到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下半身的可动，首先这个裙摆前面这一块是用一个球关进行连接的，有一段抬起的可动，而左右也有一定的可动幅度，两侧的裙摆有一段抬起的可动，可以进行避让。
而后面的裙摆则没有可动设计。那么掀开前面的裙摆，再把两侧的臂章打开，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原始的胯部关节了。但是正常的情况下，这个关节也是露不出来的，所以说也就还好。而把全部的裙摆展开之后，前踢的幅度会稍微增加，但是依然没法达到90度，而侧踢也是一样。而因为背面的裙摆没有可动，所以说后踢也是无法做到的。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这款的大腿根部有通病，会比较松。如果有松到影响把玩的程度，可以在关节上加一点丙烯加固一下。而膝关节呢是一个双段关节，整体有点紧，那如果掰到极限的话，可以达到150度左右。最后我们来看脚部关节，360度转动没有问题，而左右前后的接地性也比较不错，脚尖也有一部分抬起的可动。在经过了一番把玩之后，除了腿松这个问题之外，其实这款的素质整体来说还是可以达到及格线以上的。但是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突然出这么一款使用10年前技术的产物，是有很大的摆烂不愿创新的嫌疑的。当然我也一样这么想，但是抛开这个问题呢，这个造型的布罗利在我心中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的。就记得小学的时候用电脑逛淘宝，然后看着看着就看到老板带魂线版本的那个布罗利，但是当时400多块的价格也是年幼的我无力承受的。在长大之后，也因为那款的发售时间实在是过于遥远，比较担心老化之类的质量问题，而迟迟没有圆梦。而现在魔气的这款也算是给了我一个变相完成当年愿望的机会。正所谓年少不可得之物，终将困其一生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也衷心的希望屏幕前的各位，可以在成为大人之后，去圆满的完成自己那些儿时的梦想。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、意见以及有什么疑问，都可以在弹幕、评论区和私信来告诉我。最后别忘记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